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在我们前几集有谈一个叫误判的一个议题哦。哪些误判呢？谈美中之间的误判，谈台湾蓝绿之间的误判。当时就有很多人说，那是不是有所谓的两岸之间的误判，也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彼此有没有一些误判的一些状况啊？这个我想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因为毕竟透过这些分析，彼此可以更理性的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太多刻板的，或者是发自这个所谓的这种偏执的一个状况，而产生了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误解哦。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好好来反思思考一下。那当然我们很开心这个邀请到我们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再好好来帮我们解析一下误判。那明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我想刚如果提到我们之前谈到美中的误判，谈到了这个台湾蓝绿之间的误判，我觉得引起许多民众很有很强烈的一些想象跟想法。那大家就说，那显然两岸之间应该都有许多的一些误判的一些状况。所以老师，这个课题你想从哪里开始谈呢？我想先谈谈，就是说这个误判的根源来自哪里？误判根源应该来自于这个意识形态，就双方的基本信念不一样。因为这基本信念不一样，所以导致各种各样的差异。譬如说吧，大陆因为走了共产主义，所以导致政治上是一党专政，然后经济上过去是指令经济，社会呢这个禁止多元化，这个管控非常严厉，文化掌控非常严厉，所以生活经验上呢就是会完全不一样。那这样就产生了这个，你是双方误解也好，误判也好，应该这样说吧，就像你说的。台湾看大陆有很多误解跟误判，大陆看台湾呢也有很多误解跟误判，那就分成两大块。我想这样吧，我们先谈谈就是大陆看台湾有哪些误解跟误判，大概可以分成4、5个方面嘛。第一个就是省级问题，就大陆或尤其是中共官方看台湾的省级问题呢有很大偏差。第二呢，这种省级的差异跟政党跟台独之间的关系，大陆有很多误判跟误解。第三呢，台湾有很多人支持统一。但大陆对台湾的统派是有误解的。第4就是这个中共不知道为什么呢，觉得台湾人比较怕死，胆比较小这是第4个误判。第5个呢是对台湾社会的整体的一个观察，觉得台湾整体社会呢松散而混乱。我觉得这5个大概是比较严重吧。是，那我想我们就一一的来做一些解析老师刚刚提到了台湾的省级的问题台湾省级的问题我都很好奇，这可能从中国大陆在看台湾的省级问题，我相信可能有一点不一样。那甚至省级跟台湾的政党跟台独的部分一些关联，老师，所以我们就从这2个角度来谈。好的，那个当然这个台湾省级它是这样的哈，我们先这样说。从社会学上来看，说这社会上有没有这种省级问题大家看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小朋友呢，可不可以一起去上学？就不同省级小朋友可不可以一同上学？台湾有本省啦、这外省啦、客家跟这个原住民，这些小朋友可不可以一起去上学？这第一个。第二就是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可不可以在同一个公司或同一个工厂里面工作？在有些省级问题严重的地方是不能的。第三呢，就是他们在离开了学校或离开了这个工作环境之后，跨省级的人可不可以交朋友？就是说我是本省人，你是外省人，我们会不会一起去吃饭、看电影、去玩、去游泳、去干什么，或打撞球什么等等的？再来呢，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不同省级可不可以结婚，可不可以婚配？所以求学、工作、交友、婚配呢，大概就是我们一般看说省级严重不严重的标准。用这4个指标来看，台湾早期算是有严重，前面都没有问题，求学、工作、交友都没问题，结婚不行，本省人不希望说他的女儿嫁给外省人，然后不希望说娶外省女儿，现在不会有了所以这第一个。第二，省级分化跟政党认同呢，应该这样说吧，大陆人老是觉得说台湾的省级跟政党呢是切割的。简单说就是本省人支持民进党，外省人支持国民党。那这样的话，台湾选举不是这个结果。简单说就是在台湾的若议论省级分布，我们都很清楚，自认为是本省人的70%左右，自认为是外省和外省第2代的大概12%左右，自认为是客家的大概15%左右，剩下的是原住民，大概是这么个比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民进党从头到尾应该拿70%的选票，然后这个国民党呢只能拿12%的选票，然后客家人看他怎么投法。但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民进党才勉强过半嘛，或者半数的边缘嘛。国民党很长时间以来呢，它是占优势，超过一半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看见什么呢？到现在为止，前面我就不说了哈。那长话短说，到现在为止呢，外省选民的投票比较集中，大部分集中在国民党啦、新党啦这些身上。那本省的这些选民呢，基本上是2分的，差不多对半哦。差不多35%呢投比较绿的政党，35%呢投比较蓝的政党，这是很长时间了。客家选民非常有趣，也刚好对半，7.5%投国民党，7.5%呢投偏绿的政党。所以简单说，外省人在台湾的投票行为是比较集中的，而本省的投票呢是分裂投票。然后那个客家呢也是分裂投票，所以造成今天的省级认同跟这个党派认同呢并不完全吻合。第3个部分就是大陆常觉得说国民党呢是讲统一的政党，民进党是讲台独政党。现在在台湾蓝绿都还有这种感觉，其实不是。大家仔细看，国民党里面有不少比例的台独，民进党里面有一定比例的统派，这个大家常常忽略了。所以我很早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很惊讶，因为我当年教的那些民进党朋友里面，很多是非常统的人，统到我都有点吓一跳。当然有些人后来离开了，因为理念不合离开了，但有些人仍然在里面。然后今天的国民党，你说要统吗？里面有不少独派，所以我常常讲，我说不能用国民党、民进党来划分统独，因为它是一个不精确指标。大家都知道，台湾现在最大的党叫维持现状党。对不对？维持现状党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统也不独，占多少呢？占70%左右。所以大家说国民党统，民进党独吗？不见得。真正讲的最多的是维持现状。好，那再讲最后一句话，为什么维持现状这么大呢？因为大家怕中共，是不是这样？是。如果不怕中共的话，今天统独跟维持现状声音可能会叫更大声，就不是这样子了。所以简单说，维持现状是台湾最大党。而维持现状的核心原因就是大家都怕中共，怕共产主义，怕共产党。这蛮有趣的，这倒是值得好好来思考。那老师另外有提到，包含台湾的统派的这些误解，包含台湾人怕死还有包含台湾的社会松散混乱，这部分老师又怎么看呢？是这样的哈，那个台湾统派呢是这样说的，因为现在台湾内部也没有把它分得清楚，而有趣的是，台湾的统派自己没有讲清楚。台湾的统派当中，支持跟中共统一的占全台湾人口的1%到3%左右，还有3%的误差，1到3的这个左右，还有3%的误差，所以低可以低到0，高可以高到6，0%到6%。那简单说，一般我们抓中间数就4%到5%左右了，是这些人。那么整个支持统一的呢，占全台湾人口的15%左右。那另外10%是什么人呢？民主统一派，就是中国将来民主化的话，我们叫统一，或者说我们希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从而将来中国统一，他是这些人。好，那你说这样的话，那统派还不是多数啊？我刚刚讲了，维持现状派是70%。什么叫维持现状呢？当中共还是这样子令人讨厌的时候，我叫维持现状；但是当中共一旦瓦解了，那时候我就要做别的考虑了，我就别的选择。所以今天大部分人选说维持现状，因为我看不见嘛，我看不见未来的变化，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那在我没有办法预判将来情况下，我只好先在这里了。这里就是维持现状，所以我在这边我走着瞧。所以维持现状派，我常常讲说他们是走着瞧派，然后看将来怎么走嘛。走得不好了那我就独立了；走得好了，那我就统一。其实坦白讲，我仔细想，我说你要台湾人，有些人真的要去独立了，他心里还真的不愿意。他想说，万一有机会，我把大陆拿回来变成我的多好啊！那么大块地方，那么丰富的资源，我为什么让给人家？更何况，就算我台湾独立了，将来大陆被人家拿走了，我怎么样都觉得不安全了。我拿到自己手上不是更加安全？更何况我祖先可能从河南来的，从山东来的，或从东北来的呢？你怎么知道？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说讲台湾人怕死、胆小、不敢打仗，这是满清留下的话。满清当时为了割让台湾的时候呢，他必须要贬损台湾，因为不然他自己脸上很难看。他必须说是什么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就这话讲最好的，人人朗朗上口。这东西就是满清自我搪塞的话，拿到今天来呢，很多人就有真的这个误解。是台湾人一般呢是读孔孟之书长大的，所以相对来说大家比较客气。客气并不是怕死，客气也不是胆小。你看我们每天晚上社会新闻的时候，那些小孩打架打得多凶啊，打得多厉害啊，哪有什么怕死啊？这第一个。再一个就是这个台湾呢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大家常常低估这一点。台湾在200-300年前，甚至更早时刻，那汉人从大陆移民过来的时候呢，当时台湾是没有开发的。当时来这批人呢，筚路蓝缕，一磧三林，他必须是开辟呢，他才能生活。一方面就是要跟原住民呢互相竞争，竞争土地啦，竞争水源啦，竞争什么？然后呢，漳州人跟泉州人呢也竞争土地、竞争水源、竞争资源，所以械斗非常严重。在那个时候呢，你完全看不见台湾人怕死。然后日本人当时要打台湾的时候，要占台湾的时候呢，台湾人起来抗日呢，抗得非常勇猛的，所以你也看不见什么贪生怕死。所以中共这样讲呢，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没有志气，这第一层。第二层呢，武汉肺炎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自主封城。他说啊，你看台湾人怕死，然后中国人就说，你看台湾人怕死是什么？哎，不是，那是我们自律性比较强。我们大家觉得说，我们第一我们要保护自己，第二我们要保护别人啊。不只是怕死，我们出来大家戴口罩，不只是保护自己。我们常讲说，戴口罩是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嘛，我们是这么说的。所以台湾人坦白说呢，受的这个儒家教育比较重呢，比较帮别人考虑，那比较和气。和气并不等于怕死。当我们面对侵略的时候，我们大家站起来的时候，你就晓得我们怕死不怕死了。那刚刚讲说是怕死的问题。第三那个部分呢，就是中国人说台湾社会呢，松散而混乱。这个就我刚讲的意识形态的使然。中共因为相信共产主义，相信一党专政，相信严厉统治，相信暴力统治，所以当他被暴力统治然后高压下去的时候，社会看起来是完全井然有序的，一点都没有动乱。譬如说投票，国民党譬如说拿了50.1%的选票，民进党拿了49.9%的选票，或者反过来，民进党拿了51%的选票，国民党拿了49%选票，然后在议会里打架，在立法院打架，在街头上抗争，大家说啊，台湾社会松散混乱，不是，因为这个是游戏规则。大陆呢，反过来说，他连3000票投给同一个人，3000票投给同一个党，到哪一天你让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你看这会不会这样投票？好，刚刚是第二部分，所以第三个部分呢，中国人会说台湾社会松散而混乱，这就是非常标准的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出来的这个结果。他们看见台湾社会会示威游行啦，会动荡啦，然后这个议会里面会打架，觉得说台湾社会混乱了，然后非常松散。因为他们看惯了集权统治，在一党统治高压之下呢，所有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井然有序的。但是，一旦呢，如果爆起来的话，那个混乱是不堪收拾。民主社会里面允许各种利益呢交叉切割、彼此竞争，但是我们有游戏规则。所以我记得在之前我就讲说，台湾社会看起来很乱，但是我们照着游戏规则来玩。但有了游戏规则之后呢，大家乱到一点程度反而停下来。集权社会没有这游戏规则，表面上看起来是很严整，但一旦乱起来的时候，那是真正不可收拾。所以他们看台湾社会松散而混乱呢，这是极权主义眼光的扭曲。这个我想也是让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当然，我们刚刚谈到许多是中共对于台湾的一些误判当然回过头来说，那台湾难道没有对于中国、对中共的误判吗？老师，这部分您怎么看？当然有了。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常常不知道他们是共产主义国家。我们又知道又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说，它只是另外一个国家，就忘了它那共产主义的特性。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但从这里衍生出几个误判第一个误判就觉得说，大陆非常强大，无所不能。第二就是大陆经济非常好，而且会越来越好这个东西现在很多人还这样相信。第三呢，大陆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将来还很有机会。第四呢，我们不要去激怒中共否则会倒霉。然后第五就是我觉得最夸张就是
很多人不知不觉的说，大陆这个共产政权一党专政呢会持续下去，不会崩溃，不会倒，这个我觉得是最荒唐的。那我先谈谈第一个哈，就觉得说大陆强大无所不能。大陆因为是一党专政，文宣什么都控在手上，所以你要想什么，你要知道什么，你要听什么，我都告诉你。在这之外，你没有你自己想的材料，所以我用文宣来宣传呢，你最后就整个被洗脑了。大家注意到，所有的暴政在瓦解之前看起来都非常强大的，这我们有机会再详细说。所以中共文宣要不断吹嘘自己强大，因为他认为说，一旦我的弱点被暴露之后呢，那可能我就出问题。所以第一，他文宣吹嘘，而大家被文宣听惯了中共文宣之后呢，被文宣洗脑之后呢，大家习焉不察，这第一个。第二，大陆的经济呢，我简单说，有特权的问题，有法治的问题，民企经常会受到欺压，然后核心的技术比较弱，然后市场经济没有建立，所以大陆经济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它是一时的繁荣而已。政治的问题更大，我们过去多次讲过，一党专政、派系斗争、残酷统治，最后变成压力锅。一旦爆发时，你看苏联、看东欧就很清楚了。军事是现在中共最喜欢拿出来宣传的东西啊！你看我盖海军的舰艇非常快，一年列1-2条，什么像下饺子一样快得不得了。然后现在我要盖航空母舰等等，非常令人惊讶等等。然后跟美国争霸，所以所有东西必须显示强大，因为它一旦露出弱点之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觉得有机可乘。而苏联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苏联在1991年瓦解的时候，它兵力是全球最强的，它核武库却是全世界最大，它的海军呢绝对不输美国，空军呢可能比美国略差一点点，它的奥运金牌比美国要多，它甚至发射了一个太空站，美国还没有能力发射太空站呢。所以你怎么说？是这个部分，我想也是一个我们看到台湾对中国的一些误判的延伸的部分哦。当然，赵老师刚刚提到，其实中国经济的部分。显然还是有许多的一些问题哦。真的吗？中国的经济您刚刚这样来延伸来讲，这个显然问题是不少的，不但不少，而且非常严重。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共产主义的方式没办法搞好现代经济的。一句话说完，那为什么这样子呢？第一，共产主义养了特权，我们过去讲过，特权就造成很多的不公平，尤其是哪里呢？竞争之间不公平。简单说，一个平民百姓开个公司，跟个高干子弟开个公司，同样竞争一个标的物，你觉得谁会赢？我们过去不是讲了吗？如果92%的有钱人都是高干子弟的话，那比方说这个社会里面就存在特权，竞争不公平。这第一点。第二点，法治不彰，商业事业当中有很多纠纷，到最后呢诉诸司法裁判。如果说法律不能够真正保障正义的话，到最后呢是破坏竞争，它一定造成混乱。这事情太多了，台商吃亏的太多，我都不用再举例了。第三呢，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大陆最后是相信国营企业的，民营企业非常危险。很多民企老板前几年跟我说没有事，我说你小心，第二次公私合营要来了。现在呢来了，对不对？这几年呢，大家看到非常厉害。再来就是市场经济，我们说适合于现代工商社会的经济结构，必须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市场经济。今天这个是我长话短说，在大陆呢，因为刚才那些原因，市场经济并没有建立，所以最后竞争是不公平，而竞争是危险的。那在经济部分最后一点就是，大陆到这么多年来，因为前面的原因，所以并没有很好的发展出很多核心科技出来。而当今的经济很多是靠核心科技去堆砌起来的，没有这核心科技，经济到最后呢就始终不如人，这大陆经济最大的弱点。这是的确哦，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到底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所谓政治上采取集权，然后经济上又想享受这种开放民主的部分。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紧缩的政策，那个所谓的共同富裕哦，会产生的一些联动的影响，我想值得我们好好来做一些观察。当然，最后一点啊，我觉得也是许多的民众关注，甚至我相信是在中国境内或者是海外华人追求那个自由中国、民主中国的人的一个的问题。就老师刚刚提到的，我们一直认为中共这种威权，尤其他现在透过科技人脸辨识，很多的中国的民众很骄傲说：“你看，我们现在拿手机就可以付钱。”我们都开玩笑说：“你这傻蛋，你所有的金流都被控制了。”
你根本没有自由，政府连你买什么都知道，他没事，你顺民就不理你，你只要变刁民或者你开始对这个政府有二心，所有的资料列出来超快，这也是科技变成是威权国家一个更大的控制。所以如果照这样的推论，哇，这中共不得了，他现在对于所谓的人民的掌控其实是更厉害，那对啊，他应该更牢不可破啊。对，我刚才在讲经济，我漏讲一点，就是说这个市场的问题。现在还很多台湾的商界朋友跟外界商界朋友觉得说，大陆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其实前面讲的经济的4点呢，第一特权，第二法治，第三民企危险，第四市场经济没有建立，这4点就已经告诉你说，大陆的市场不是好市场，它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它最多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你若愿意冒险，我没话讲；你若愿意规规矩矩做生意的话，那不是一个好地方。将来有机会我们详细说台商在大陆上受到的不公正的打压。而且我们刚刚不是讲了，你也刚刚讲了嘛，最近这几个月来，大陆加强监管呢，打击了多个行业，就一次又一次证明说，大陆的市场是一个危险的市场啊。这就是补充前面部分。你刚刚讲说中共政权牢不可破的问题，我还是回到我刚刚的论点。在苏联崩溃以前呢，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看见苏联会崩溃，至少没有人公开讲过，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中共目前内忧外患非常多，我们过去节目上一再数了，大家回去看看我们节目就知道了。现在你觉得它牢不可破，是因为它用文宣把它遮住了，你看不见。但如果说你详细看我们的节目，然后你若不相信的话，你把我们一些重点记下来，你仔细去对照去看看，是不是像我们讲的那样子。我们过去预言很多事情，一件件事情都发生了，这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定掌握了中国大陆社会跟乃至政治结构它发展一些规律，从这规律呢，我们推演出一些可能的演变。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断的修正，看中共做什么动作，我们修正我们的观察。大家看到我们的观察基本上是对的。简单说就是中国大陆的内忧外患现在超级严重。所以大陆呢，将来会出现很大的变化，这点呢只是迟早的问题。第三就是你说中共知道不知道？中共是知道的，只是他不让老百姓知道罢了。他内部高层是知道的，内部越高层越清楚。前几年这个1、2年前，当大陆人还能来台湾的时候呢，我每隔几年时不时就碰到大陆来的高官，然后有的就见了面就谈这事情。然后他们请我谈谈我对大陆观感，我讲出来说，他们基本都同意。也就是我后来注意到，大陆来台湾人跟我谈话，他的层级越高，他知道大陆内幕越多，越同意我们的看法。相反，就那些底层老百姓，一天到晚只看央视的、看新闻联播的、看人民日报、看新华网的，他可能不太相信我说的话。但是听完我们说的东西之后，他回去仔细看看呢，他只要头脑清楚，他慢慢也看明白了，我们说的是对的。也就是中共用文宣呢，不断的洗脑，不断的掩盖，因为他知道他要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过去讲过说，他就是知道他快出问题了，所以他才这样做。因为他这样做，把所有资源收到手上，就应付万一将来要崩溃的那一天。他真的担心这个事情。好，现在再讲回苏联。1991年开始，1989年开始，大概3年之内，10个共产政权先后瓦解，基本平顺。所以苏东坡这个事情呢，就苏联东欧这个波澜壮阔这个变化的事情呢，将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详细做几个专辑。不过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说人性不改变的话，人性仍然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话，是没有人能够忍受一党专政、长期统治跟长期制压的。所以一旦人这个智慧慢慢开启了，明白真相之后，他就选择他应该走的道路。那大家会说，那如果说中共瓦解的话，那不是很危险吗？中共一天到晚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共产政权不能瓦解啊，中共统治要继续了，否则千万人头落地，那是吓你用的。我们讲过了，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苏联跟蒙古10个共产政权3年之内瓦解，请问几个国家大流血？有1个南斯拉夫，其他都没有。那原因我们将来再说。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结论，这些国家共产政权瓦解之后，社会不但没有像中共所预测那样去动乱，
绝大多数国家很快就平和下来了，只有南斯拉夫打内战，其他国家都稳定下来了。不但稳定下来了，而且经济慢慢好转，大概是这样子。前4年呢不太好，但是已经开始往上走。第5年开始通常回到就是他那个共产政权瓦解那一年，第6年开始超越，很多国家超越很多，波兰、匈牙利、捷克3个国家现在超过台湾。你说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所以共产政权瓦解可以这样讲吧，我们观察苏联跟东欧经验，我们的结论是共产政权瓦解，社会趋向稳定，然后数年之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全面向好的方向转变。我想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有怀疑，最容易的部分是，如果你可以搜寻，你可以翻墙，不要只是来翻墙来这个震惊最前线留言，请你花一点时间翻墙去看一下这些东欧政体民主化过程当中。当然绝对不会全部人都一样意见，但我们可以问一个比较多数，他们有怀念以前共产党执政的那个国家吗？到底那个比例是高或低？我觉得这个不攻自破这个部分可以理解，但这不是如此这个也不是我们认为应该任何国家的人民应该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了。这也是我想在节目当中很清楚的，我们希望来推动来表达的一个诉求。那今天很谢谢明居正老师把两岸之间相互的一些误判的部分，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更为清晰那当然这里面应该有许多的面向，还可以持续在深度来做讨论。我想未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明老师可以继续帮我们解析。今天也谢谢大家的收看，一样拜托大家，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很肯定也喜欢的话，欢迎您帮我们点阅、按赞、转传、留言给我们知道您对节目的看法、想法，跟您想要知道哪些的一些面向跟题目。我想我们会尽量想办法来制作这些题目来分享给大家。那当然还是再次强调，我知道有许多人是翻墙过来，我虽然很期待透过这个点阅率来表达对节目的肯定支持，但我们还是一个良善的一个节目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保护好所有人的安全之下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一个商业的一个频道，我们还是希望扮演一个可长可久。那所有关注中国民主化的朋友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家人，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安稳的生活，长命百岁，然后大家一起加油。我还是相信我们这样的想法，假以时日，终将成林，一定会聚沙成塔。我们继续一起加油。再次感谢明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